一直以来，我们在聊古代产品，尤其是国甲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把华丽的风格和实战风格进行区分啊。华丽的甲胄更注重帅气的外观，在当代的审美下依旧耐看。实战甲的话，就会更加注重实用主义，可能会保留一些粗犷的形象。似乎这两者是没法去结合到一起。但是去年开定有这样一款产品，我觉得它在想法上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要把这两个风格进行一个组合。乐子是小，情怀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是继续分享国甲的魔玩牌位棋，我们一起来拆箱看一下这款由骄宗魔玩出品的尉迟敬德。这个盒子的话还是不多去介绍，依旧是以一个符合他这个人物角色年代那种花纹，加上比较规整的这个字体。以前讲同为唐代的程咬金，大概也都是这样一个形制。这次这个颜色搭配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红黑白就比较端庄那种。开箱拿出这个产品的主体，第一个感觉是它这个甲胄是十分复杂，可以自己再去做一点打理。我这里就没有太多时间拍摄的时候基本就是开合的一个状态。我紧了紧皮带，头盔简单的安装了一下，整体形象上还是追求那种比较魁梧宽大的体魄。这里的话，如果你有动手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增减里面这个增肥衣。整体效果而言，我觉得搭配上这个复杂的铠甲，外观部分还是很具有压迫感。这也像开头所说的那样它这套甲胄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搭配，内外两层可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效果。内层的话更接近于实战，偏向于实用主义的全身铡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甲片的发色以及单片的做旧，照比于以往产品，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个提升的。这个质感呈现的还是很不错。外侧这个包边也有一个比较细腻的刻画，另外也附带了一些类似于虎皮造型的护臂和腰封。这个如果你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进行拆卸和替换。穿脱的话就比较考验个人的动手能力了，可以在替换的过程中再进行一些打理。正常这个甲片比较多嘛，好好整理一下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外层部分的话，就是开合目前这个效果是有结合类似于明光甲绢甲一类的有趣的好看的元素，效果上来讲更接近于仪仗甲那一种造型更加复杂，金属的配饰更加丰富。与内部的偏实用的那种形象对比的话，这个会更加帅气和炫酷一些。其实唐朝的这个甲胄属于说是一个分水岭在唐代以前呢，装饰相对而言是有限的，但盛唐时期呢，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国力的原因它这个甲胄上能看到很多现在影视剧中依然能见到的夸张的设计。就拿这款产品来看的话，首先是颜色部分，这个在唐代一些出土文物包括壁画上就可以感受得到这款产品也是利用了那种很鲜明的颜色搭配，相对更加复杂的花纹。这个在背部看的话很明显。外层铠甲本身呢，也用了这种大块材料的拼接，皮纹部分呈现的比较细腻微距下看会更加的明显，更有质感。金属装饰方面呢，就会有很多那种祥瑞之兆或者说动物的元素，比方说它这个肩部肩吞应该是麒麟麒麟的一个造型。胸口部分包括腹部的护颈呢，像是一个狮头这个应该是那个酸泥。腰间的叠蟹带，小的金属装饰也能看到类似于雄狮的一个造型。护臂还有护颈呢，团花一样的形状。小的部分是一个分体的设计这里会单独搭配一个连体的皮靴。头盔部分也能看到这个金乌雀首的一个搭配，反正从上到下都是凸显那种威仪或者说华丽的感觉。它这个系列就叫做中华威仪系列嘛，风格上还是接近的，很多元素还是能够有追索和追溯的。
除了整体甲胄设计外，另一个我比较喜欢就是头雕的一个表现。虽然说这个头的外观造型并不是那种很美型的那个帅哥形象，但是它还是很具有特点，并且贴近和符合这个人物的人设的，也具备一个可动眼，这个在调节之后会有更好的效果。相对于胶宗之前其他产品去对比的话，这个头雕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一颗。搭配起来的话，正常戴头盔内部的空间会预留的比较多，这你可以戴好这个盔帽，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位置。两侧这个盾像呢比较柔软，前端可以自己打一个绳结，勒紧一些。当然你可以把它从两边翻起来啊，在上面打一个扣子，这个造型会更具有唐朝武将的那个风范。除此以外呢，还有个磁吸的发冠进行搭配，这个就不多说了啊，金属的结构直接吸附就行。另有一顶冠帽，做的还蛮好的啊，表面的花纹处理的挺细腻，戴的时候尽量扣紧一些。我最喜欢的是这顶胡帽啊，造型有点像那个泰打星，花纹的话和铠甲保持了相似的一个风格，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的设计啊。民族风情会比较强，在唐朝属于一个时尚单品啊，这个戴上非常好玩。然后就是其他配件方面啊，首先额外的4枚手型，这个就和以前都差不多啊。然后是每次都表现不错并且很有趣的武器搭配上，首先看这个配件啊，很唐风，实木和金属的一个组合，花纹很复杂，但整体的设计还是比较利落的。狮子的造型也是能和腰间皮带上的装饰相搭配的，有这个金属挂钩，直接扣在腰间捏紧就可以。然后是2柄这个铁鞭啊，在民间传闻和演绎中，尉迟敬德的招牌武器。这款产品也是有着重去刻画的，柄部花纹和配件一致，同样十分复杂。尾端有这个类似于金瓜的一个配重，前端有类似于这种宝塔形的地金，黑金的配色，上方也能看到一道道横纹。你仔细去看，其实这里处理的比较细致，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啊，这个压手感很强。这2把是我非常喜欢的。搭配起来的话，有一个挂环，再利用这个挂钩搭在腰间就行。这个环的话就只有1圈啊，大家在玩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捏紧一些，以免在挂好之后武器跌落。长柄武器马槊属于说是正史中最拿手的武器啊。颜色方面同样是以黑金进行搭配，黑色会更多一些，金色作为点缀。杆子部分是实木结构，和刃部一样保持了一个黑色的效果，刃部还是很有厚重感。如果你和这个很华丽的外甲去搭配的话，它还给了一个这个彩带啊，一个带子，有点像一个幡儿，缠一下系牢就可以。这个带子自身是带有一个铁丝结构的，凹一些飘荡啊或者缠绕造型，这样它和这个华丽的外甲会更加搭配。如果你拆掉外甲的话，可以直接拿这个武器就更加实用一些。还有这个类似于虎纹的护臂和腰封，一个替换的护心镜，还是需要做出很多调整。未来如果再出类似产品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官方可以推出一定的拆装的教程。其实陆陆续续也玩了一段时间国甲，虽然说体验的并不算多，但是和其他古代甲在对比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发现啊，就是国甲相较于日甲或者欧甲，在传承方面啊，没有那么强的家族性，兼顾于大军团的装配，所以在外观部分相对而言也会更弱化它的那个个人主义，会更兼顾于实用。体现在玩具上就会有很明显的区分。这次这款尉迟敬德的话，可以肯定的就是它2种造型切换搭配的一个玩法，并且通过类似于模块化设计，增添了你 DIY 的一个属性。起码我个人来讲，头一次体验到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在这2种造型下都有不错的呈现。尤其是这个脱掉仪仗甲之后啊，之前看那个官图的时候，实际没有太在意这个造型，但我刚刚大概体验了一下，实际要比我预想中的更好看一些，甚至和那个华丽的外观相比的话，我个人都有一点难以取舍，也进一步增加了它打理的难度。
造型啊，包括一些材质啊、细节的呈现上，依然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甲片部分除了比较细致的穿绳结构以外，这次让我喜欢的就是它在细节方面这个做旧效果。其他的一些金属装饰，即便是最小的那个结构，也能看清楚上方的这个花纹。大面积布料的应用也让整体的颜色和质感上有进一步的提升。所有的这些再搭配上一个比较优秀的头雕，丰富的效果。宝剑和这个双边，即使你不挂在这个人偶腰间，就在手中拿一拿玩一玩，我觉得也有不错一个体验。因为真实的这个材质十分具有压手感，整体这款产品我觉得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进行一个深度的体验。然后就是比较期待那个秦琼了我觉得两个到时候摆到一起，还原出作为门神的一个经典形象。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